2025年3月，一则来自埃及的消息震撼了全球。研究人员声称，他们无需搬动一块石头，就透视了金字塔的内在奥秘。在吉萨高原的卡夫拉金字塔下，隐藏着庞大的结构。听起来像不是考古新闻，而是科幻小说的开头。什么地下城市、巨柱、螺旋通道，难道金字塔下面真的别有洞天？这项发现如果属实，不仅将颠覆我们对古埃及的认知，甚至可能改写整段人类文明史。一时间，专家、爱好者乃至吃瓜群众都炸开了锅，纷纷猜测法老陵墓背后是否藏着更惊人的秘密。一切真的就此说通了吗？让我们一探究竟。故事的开端源于一项前所未有的新技术。意大利比萨大学的克拉多·马兰加教授联合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菲利普·比昂迪博士，组建了一支跨国团队。他们并没有跑到金字塔旁边拿雷达扫描器直接照射，也没有偷偷钻地挖洞，而是巧妙地运用合成孔径雷达 SAR 结合微振动分析，对吉萨金字塔群进行了远距离透视。这是怎样的一门黑科技呢？简单来说，合成孔径雷达是一种利用卫星发射电磁波进行成像的技术，能提供高解析度的地表图像。而本次创新的妙招在于结合环境微振动，也就是地球背景嗡嗡声般的天然地震微动。当这些微弱的震动传到金字塔及地下岩层时，会引起结构的细微震动，哪怕只有几微米。团队让卫星多次从空中反复观测吉萨高原，捕捉雷达回波中难以察觉的相位偏移和频率变化。换句话说，他们等于给金字塔做了一次超声波检查，只是把超声波换成了雷达波，把人造震源换成了大自然本身的微震。这种方法学名叫微动成像雷达断层扫描。它把每一次卫星雷达观测当作一张 X 光片，通过专门的数据处理，把多次观测叠加，滤除静止部分，强化出那些隐约活动着的反射讯号。就像医生拼出断层扫描图像一样，研究者将众多雷达影像转化为3维的振动声纹模型。结果如何？金字塔和地下一旦在微震频段观察，就仿佛变得透明了。研究团队惊呼，在这份特殊的雷达透视图中，卡夫拉金字塔地下似乎藏着一系列整齐而巨大的空间结构。更疯狂的是，深度可达数百米，这远超传统考古探测手段的极限。利用这套 SAR 微动技术，他们自信地表示，地下将近700米处的特征他们都能解析出来，覆盖范围更是一举囊括了整个吉萨金字塔群。如果这一切属实，那真可谓前无古人。那么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据研究团队公布的报告，卡夫拉金字塔下方展现出一幅前所未见的庞大地下结构图景。他们描述的画面令人瞠目结舌，仿佛是奥秘世纪节目里的场景。让我们按照他们的发现，一步步走入这神秘地下空间。8条垂直竖井，在金字塔基座下方分布着8个垂直向下的圆柱形通道，就像8口巨大的井一样，笔直向下延伸。这些竖井排列成2排，对称且间距均匀，仿佛精心设计的建筑布局。每个竖井的直径估计约有10来米粗，深不见底。雷达成像显示，它们竟一路向下贯穿岩盘约640米。想象一下，640米几乎相当于2座台北101大楼叠起来那么高，而它们是往下挖的深度，这远远超过已知任何古代地下建筑的规模。井壁螺旋结构，更奇特的是，在每条竖井的内壁环绕着螺旋形的结构。研究人员推测，那可能是一条沿井壁盘旋而下的坡道或阶梯通道，就像现代高楼里围绕中庭的旋转楼梯，只不过这规模夸张到堪称地底摩天楼的楼梯。如果真是坡道，那意味着古人可以沿着圆柱井壁一路走到数百米深处，想想都令人腿软。这种螺旋形态也许是为了运输方便，或者本身就具有某种工程用途。近地表多层厅室，在靠近地表紧贴金字塔基岩的位置，似乎还分布着数个厅堂般的空间。报告中提到，有5个彼此相连的结构，就在金字塔底板下面，彼此之间以笔直的走廊通道连接成一体。更惊人的是，这些厅室呈多层结构，内部有类似阶梯或分层的布局，
其顶部疑似采用了斜坡状石质穹顶，让人联想到胡夫大塔中王后寝室那种多层屋顶设计。每一个厅室的规模都不小，尺寸据称可达数十米见方，与已知金字塔内的大房间相当。它们在平面上呈对称分布，有条不紊地排列在卡夫拉金字塔基座区域，好像一组地下建筑群的入口大厅。深层巨型立方体空间，那些垂直竖井并非无底洞，而是在最深处水落石出。雷达图像显示，在大约地下600多米深的位置，有2个巨大的空洞横亘其间，形状近似立方体，边长足有80米。是的，你没看错，80米见方的地下巨室，而且有2座并排紧邻。80米是个什么概念？约等于一座20层楼高的大厦横躺的长度，也是足球场边长的一半。如此巨大的立方空间，哪怕放在地上建筑也是宏伟无比，更何况深埋于数百米岩层之下。这2个立方体空间的位置似乎正好在8条竖井的最底端，好像地下终点站一样。团队推测，那8条竖井可能汇聚到这2个巨大空间，也就是说，每4条竖井通往一个大立方体房间。这让人不禁猜想，这对地下聚合会不会是古人打造的某种终极密室，藏着最重要的东西？广阔网状通道，更令人浮想联翩的是，整个地下结构并不局限在卡夫拉金字塔正下方。据称，雷达成像揭示出一系列横向延伸的通道和洞穴，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地下网络。初步估计，这些隧道每腔穴横向跨度可能达到2公里。换言之，从胡夫大金字塔一直到门卡拉金字塔，整个吉萨3座金字塔在地下都有通道相连的迹象，仿佛一个统一规划的庞大地下设施。这些通道有的连接着前述的厅室，有的蜿蜒伸向更远处，形成多层次的迷宫结构。一些空间可能是天然溶洞被利用，但从雷达图上看，它们呈现出许多规则的几何形状，暗示人工开凿的痕迹。如此庞大的网络让人联想到一座地下城，难怪媒体一度以金字塔下发现地下城市作为耸动标题。这些就是研究团队口中的地下结构概要，听得人脑门冒汗。如此复杂宏大的地下工程，是古埃及人所为吗？是陵墓的附属设施，还是别有用途？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并未断言这些结构的用途，但他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联想，这或许正对应了传说中神秘的阿蒙提之厅，也即所谓记录大厅。关于记录大厅 Hall of Records 的传说，在超古代文明爱好者中可谓大名鼎鼎。相传在吉萨高原的某处，很多说法指向狮身人面像下方或毗邻的金字塔下，藏有一座远古时代留下的密室，里面保存着失落的古代知识文献，甚至可能记录着传说中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历史。这个概念最早源自20世纪的预言家艾德加·凯西，他曾预言，在20世纪末，人类将发现藏于狮身人面像爪下的记录文库。虽然预言的年份早已过去，但记录大厅的传闻却从未平息，时不时就成为阴谋论圈子讨论的焦点。这回马兰加团队的发现让不少人联想到了记录大厅的传说。首先，团队发言人尼可·希科洛就指出，那些巨大的地下空间与古埃及传说中的阿蒙提之厅非常吻合。所谓阿蒙提之厅，被一些神秘学者视为冥界或智慧之神托特守护的地下殿堂，被认为保存着古老文明的秘密。托特留下的翡翠石板等文献中，据说提及过地底伟大的知识殿堂，这让人不由怀疑，难道这次发现真的触及了传说的现实基础？那8条竖井会不会正是通往传奇知识库的入口通道？设想一下，如果金字塔地下真有如此规模的设施，它绝非单纯为埋葬1-2位法老而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那更可能是一个功能复杂的地下中心，或许用于某种大型仪式、藏书、避难，甚至科技用途。记录大厅的支持者会说，这正证明了古埃及人修建金字塔不是为了陵墓，而是为了守护这座地下知识宝库。在这些假想中，金字塔本身可能充当了掩体或地标，就像图书馆的屋顶，保护并隐藏着地下的秘密。难怪几千年来都没有被寻得，直到现代科技无意间揭开盖头。当然，
目前一切只是推测，记录大厅是否存在，仍没有直接证据。然而，马兰加团队大胆的报告，等于给了传说一副可以想象的骨架。8根柱状井道通往地下深处的巨大空间，听起来何其像是小说中记载知识的神秘圣堂。这也难怪，消息一出，许多人开始半信半疑的讨论，莫非记录大厅真的找到了？在上述惊人发现之前，我们对卡夫拉金字塔内部构造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卡夫拉金字塔是埃及第4王朝法老卡夫拉为自己修建的陵墓，建于约公元前2550年左右，距今约4500年。它是吉萨高原3大金字塔中第2大的一座，仅次于其父胡夫的大金字塔。现在我们在照片上看到，它顶部还保留着一小段光滑的白色石灰岩外壳，那就是当年覆盖整座金字塔的表面。卡夫拉金字塔高约136米，底边长约215米，气势仅略逊胡夫金字塔。相传那尊著名的狮身人面像就雕刻在卡夫拉金字塔前方不远处的岩石上，许多人相信人面像的面孔就是卡夫拉本人。然而，在长达1个多世纪的现代考古研究中，卡夫拉金字塔并没有像他的兄长胡夫金字塔那样带来太多内部惊喜。我们已知卡夫拉金字塔内部的结构相对简单，有2条入口隧道，一条从北面金字塔底部直接向下倾斜进入地下，另一条从北面离地约11米高处斜向下。2条通道在金字塔内汇合后，通往一个地下主墓室。这个墓室开凿在基岩中，长方形，里面曾经摆放着卡夫拉的花岗岩石棺，19世纪被发现时已空无一物。墓室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的侧室，但用途不明。除此之外，再没有发现其他大的房间或通道了，既没有像胡夫金字塔那样的雄伟大回廊，也没有额外的地道暗室。所以在传统观点里，卡夫拉金字塔内部结构一目了然，进口、甬道、墓室就这几样。历史上也曾有人怀疑卡夫拉金字塔下方可能有其他空间，例如早年在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之间发现过一些地下结构。著名的欧西里斯之井就是卡夫拉金字塔通往尼罗河的石桥旁一处垂直井道，内有多层地下室与水池，被考古学家认为是象征冥界的祭祀场所。但这些规模很小，深约30米左右，与如今声称发现的庞然大物不可同日而语。上世纪30年代，英国探险家也曾在吉萨高原进行过声波探测，推测地下可能有空洞，但苦于技术限制未有定论。进入21世纪，对金字塔的研究更多转向高科技，比如微子探测就曾在胡夫金字塔内部找出了未知的巨大空腔。2017年，科学家用宇宙射线微中子成像发现了胡夫金字塔内的巨大空洞。不过对卡夫拉金字塔过去并没有进行过同等规模的扫描调查，至少没发现过什么异常。因此在2025年之前，主流考古学界相信卡夫拉金字塔的结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简单，一座坚实的石灰岩金字塔，里头只有法老的墓室和少量通道，下面的地基则直接是岩床。正因如此，当3月这条地下结构被发现的新闻一出，许多考古学者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如果报告属实，那意味着我们过去几百年的探索几乎是瞎子摸象，整个金字塔地下都还藏着另一番天地，我们却浑然不知。这种颠覆性的反差，也难怪第一时间许多人持怀疑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学界和官方的消息是如何反应的。面对媒体报道的轰动消息，传统考古与科学界大多持审慎甚至否定的态度。首先，在技术层面，不少专家对这项研究声称的探测深度提出了质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考古地理学教授劳伦斯·康耶斯就直言，他看不出该技术如何能够探测到金字塔下方深处的隐藏结构。他指出，一般而言，地质雷达、GPR 或地震扫描等技术最多探测数十米深，在更深更坚硬的岩石中，效果会大打折扣。合成孔径雷达虽然强大，但主要用于测绘地表，对穿透数百米岩层无能为力。他们宣称发现了垂直竖井和巨大空间，深达600-700米。我认为这极可能是解读上的夸大。
康耶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他不否认吉萨高原地下可能有一些小型空洞或通道，毕竟很多古文明都有在岩层中打井、建地下室的做法。但要说存在一个庞大地下城，就未免天马行空了。除了技术可行性，学术流程的问题也引发争议。正统学者们强调，任何考古重大发现都应该先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经过同行评议发表，而不是直接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宣称。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古物博物馆馆长侯赛因·阿卜杜勒·巴希尔博士就批评道，真正的科学发现首先会在可靠的学术期刊发表，经独立专家仔细审查后才公布于世。他暗指马兰加团队绕过了正常学术审查流程，直接高调宣布发现，这种行为不太符合规范。事实上，这项研究截至消息传出时，仅是一篇等待审核的论文稿，还没有通过学术界的质检。最强烈的反对声音则来自埃及官方的考古权威，前埃及古文物部长、著名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对此消息表达了极度的不屑和愤怒。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声明称，关于卡夫拉金字塔下有圆柱巨柱的传闻毫无真实根据，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而且目前根本没有任何考古队在卡夫拉金字塔下作业。哈瓦斯强调，埃及文物主管部门最高文物委员会从未批准过在卡夫拉金字塔内外使用雷达或其他高科技设备进行此类探测，也没有批准任何挖掘计划。因此，所谓新技术扫描发现的说法，要么是空穴来风，要么就是未经授权非法进行的测试结果。他甚至斥责这种谣言是在抹黑古埃及文明，是可笑而失败的炒作，终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哈瓦斯之外，埃及考古界其他人士也站出来质疑。例如，开罗大学的专家指出，报告提到的那些细节，如多层厅室、精确尺寸等，以目前的远距技术根本不可能看清，除非真的挖下去。因此，他怀疑是研究团队脑补了部分结构。一些评论甚至挖出马兰加教授的背景，发现他其实颇为另类。过去常出现在欧洲一些 UFO 研讨会上，谈论外星生命和金字塔谜团，被冠以 UFO 学者的名头，这让不少科学家对其公信力打了折扣。一个研究飞碟和超自然现象的人，跑来搞金字塔探秘，本来就让人保持保留态度，更何况他这次的结论如此石破天惊，有科学博客如此评论。另外，这项发现还引出了一个法律与伦理问题。如果研究团队坚信地下有东西，那下一步该怎么办？按理，要证实发现，必须进行实地挖掘或钻探取样。然而，埃及法律对金字塔区的考古挖掘管制极严，没有高层批示绝不可能动土。马兰加团队自己也承认，要取得正式挖掘许可难于登天。这就出现一个两难，不挖就无法最终证实，挖又挖不成。于是批评者说，你们倒是提了个劲爆的假说，却无法验证，只能让大众干着急，这在学术上是不负责任的。康耶斯教授就表示，尽管大家对此很兴奋，但唯一能证明真假的办法就是开挖。在那之前，我们只能保持怀疑。科学讲究实证，在铁锈累累的敲头真正碰触到金字塔基岩下的结构前，一切都还只是纸上谈兵。综合以上种种，学界和官方的主流观点可以说是相当冷淡的。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发现大概率不可靠，要么是资料解读有误，要么是有人为博眼球言过其实。目前，埃及政府方面也没有对此展开任何行动，甚至没有给出正面评价。对比网络上沸沸扬扬的讨论，正式场合倒是一片寂静。如果金字塔地下真有庞大结构，那可真是皇帝的新衣般的情景。相信的人惊呼连连，不信的人嗤之以鼻。官方的浇冷水并没有阻止民间脑洞大开，毕竟金字塔自古以来就是阴谋论和科幻猜想的温床。这次的地下结构传闻更像一针强心剂，让各种理论在网络上满天飞。其中几种颇具代表性的狂想值得一提。一、金字塔是远古能量装置，这是流传已久的一派观点，认为金字塔并非陵墓，而是一种产生或传输能量的装置。早年就有人提出所谓金字塔能发射微波、金字塔间对地球磁场有影响等等说法。
美国工程师克里斯托弗·邓恩甚至撰写过《吉萨电厂》一书，详细阐述胡夫金字塔其实是一座古代发电厂的假说。如今地下发现8根巨柱与螺旋通道，立刻有人联想到特斯拉线圈等现代发电设备。那8根圆柱岂不像8个线圈？螺旋通道就像绕线。2个巨型空间也许是储存能量或产生共振的机房。一些网友脑补，或许古埃及人或指导他们的未知文明建造这套系统是为了汲取地球能量，提供给金字塔上方或整个城市使用。甚至有人提到自由能源的概念，觉得这地下结构可能是一种零点能源装置，听起来仿佛把尼古拉特斯拉的无线供电梦想在古代实现了。虽然主流科学家觉得这纯属无稽之谈，但不可否认，这类理论在互联网中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如今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实锤的案例来佐证自己的想法，至少在他们看来是实锤。2. 古文明与全球网络。还有一些人从更宏大的角度解读，他们认为如果吉萨金字塔下真有大型地下设施，那是不是意味着全世界的金字塔都有内在联系？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举例，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金字塔群、柬埔寨的吴哥窟庙宇，甚至远至南美的马丘比丘，都被发现建在地下洞穴或隧道之上。古代建造者似乎对地下空间情有独钟，那么会不会远古时期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地下通路网络或统一规划的工程，用于连接各地的圣地？在这个脑洞下，吉萨的地下城只是冰山一角，其他文明遗址下方也许有类似结构，只是尚未被发现。有神秘学爱好者甚至援引各地传说，说什么地球空洞论、地下隧道通往香巴拉。虽然乍听疯狂，但不得不说，金字塔下的传闻给了这类全球远古文明论新的谈资，至少想象起来格外过瘾。3. 亚特兰蒂斯与外星文明。每当涉及超出古埃及已知范围的高超技术，亚特兰蒂斯和外星人就会被请出来背锅，这次也不例外。一些阴谋论者迅速把时间线拉长，他们认为这地下建筑群很可能早在埃及法老之前就已存在，甚至可能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乃至更久远。支持者引用一些非主流研究者的说法，马兰加团队在论坛中曾提及，某些地下构造的年代可能高达38000年，比古埃及文明整整早了好几万年。如果属实，那只能说明吉萨高原并非法老选址建金字塔，而是他们发现了更古老文明的遗迹，然后在上方建构。这不就呼应了传说吗？亚特兰蒂斯等远古文明在史前大灾难中毁灭，但部分幸存者或遗物藏在埃及的地下，被后来的埃及人继承和掩盖起来。于是亚特兰蒂斯的高科技、外星人的协助，在这个理论下都顺理成章了。金字塔可能是亚特兰蒂斯人指导建造的地标，记录大厅里存放的正是那失落的大西洲知识。如果再脑补一下，说不定2个巨型立方体空间里就封存着亚特兰蒂斯的水晶能量装置，或者与外星联络的设备呢？听起来是不是像变形金刚或印第安纳琼斯的剧情？总之，这类理论将金字塔与外星文明、远古超科技强行挂钩，虽然缺乏证据，却让故事更加扑朔迷离。甚至有媒体做民调，发现近1半参与投票的大众相信这发现可能与外星人有关。可见外星造金字塔这一脑洞在公众中早有市场，现在不免旧调重弹。当然，还有一些脑洞，例如地下空间其实关押着某种史前怪兽或魔鬼，金字塔其实是时光机器的一部分等等。听听就好，我们在这里不细表。值得留意的是，虽然以上阴谋论看似荒诞，但马兰加团队的发现确实提供了一些公共讨论的空间，因为它把原本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场景，例如巨大的地下殿堂、隧道，转化成了一个貌似有科学依据的描述。于是人们乐于畅想，万一这是真的，那些疯狂理论是不是也有几分真？这种介乎真实与奇幻之间的暧昧状态，令金字塔更加神秘莫测，也刺激了更多人去关注和讨论。让我们做个大胆假设，假如这次地下结构的发现最终被证明属实，哪怕只有1半属实，那对我们理解古代历史将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冲击将是全方位且深远的。首先，
埃及金字塔的功能定位将被重新评估。长久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金字塔主要充当法老的陵墓和来世崇拜的纪念碑。然而，一座陵墓不需要配备多公里长的地下设施。如果卡夫拉金字塔下真有如此庞大结构，很明显其作用已超出埋葬范畴。金字塔可能被视作大型地下建筑的入口或保护盖。我们将不得不承认，金字塔群其实是古人精心规划的一个复合体工程，地上建金字塔，地下挖城府，一体两面。考古教科书将需要增添新的章节来描述这一前所未知的建筑模式。我们对古埃及工程技术的评价也会被改写。过去虽佩服其筑金字塔之伟力，但若他们真能构筑深达600多米的地下空间，那技术水准几乎匪夷所思。我们也许不得不推翻古埃及缺乏硬岩开凿技术的成见，甚至重新审视他们在数学、测量、土木领域的智慧。其次，世界古代文明的时间线可能被拉长或重组。如果那些地下空间证明比金字塔本身更古老，那将揭示一段我们未知的史前历史。比如前面提到的38000年前，这种惊人断代，倘若真有公元前3万多年的地下构筑遗存，那意味着在我们认知的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就存在过高度发达的建造者。这可是地动山摇级别的发现，整个学界将不得不严肃考虑亚特兰蒂斯传说或其他远古文明的真实性。我们也许要重新审视洪水神话、柏拉图的记载，以及各地关于先古之民的传说，把它们从神话类别挪到历史猜想中。历史课本里，文明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和埃及的结论将松动，一个更久远、更扑朔的文明源头将浮出水面。想象一下，这就像考古学在21世纪打开了一扇史前文明的大门，人类过去几千年的自我定位都将因此转变。第三，埃及学的既有理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直以来，埃及学者对金字塔用途、建造方式都有成型的理论，比如如何运石、如何规划内部通道等。如果地下真有庞大空间，那这些理论很多都得推倒重来。考古学家将开始寻找谁建造了，地下结构什么时候建造的，如何在坚硬的基岩中挖出如此规则的空间。他们可能需要寻找以往被忽略的线索，比如金字塔附近是否有极大型的挖掘场遗址，古文本里有无对地下空间的提及，以往发现的某些构造，如那条欧西里斯之井，会不会其实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这将引发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和文献解读热潮。年轻一代的考古学子们或许会投入这场地下奥秘的探索，传统的埃及学权威也许不得不调整自我观点。可以预见，各种新的学术论战将此起彼伏，这对学术圈虽是冲击，但也是活力来源。第四，大众和文化层面，这一发现也会产生巨大影响。金字塔一直是流行文化的宠儿，各种电影、小说、游戏中金字塔底下藏宝藏、藏匿空间的情节屡见不鲜。如果现实证明小说成真，公众的好奇与热情将被推向新的高峰。旅游业想必会极力推广地下金字塔之旅概念。埃及政府可能也会经历尴尬而戏剧性的转变，从一开始言辞否认，到发现真有其事时，他们需要在保护文物与公开真相之间寻找平衡。或许将来某天，我们真能看到开挖现场的全球直播，见证那神秘地下空间重见天日的一刻。那将是像图坦卡蒙墓被打开时一样轰动世界的时刻。各种科教片、探险节目会蜂拥而至，把焦点投向吉萨的地底。甚至不夸张地说，这可能是世纪考古发现影响力不亚于发现人类的起源遗骸或外星生命，因为它一下子串联起了文明、神话、科学、想象，满足了人类对未知的终极好奇心。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另一种可能，万一后续证明这只是一场误会，那冲击同样存在，只是冲击的对象会是大众对科学新闻的信任。人们也许会更加怀疑那些耸动的考古发现。下次再有人宣称发现 XX 之谜破解时，怀疑论者会先行占据上风。但无论如何，金字塔的神秘形象是不会减的，因为即便此次发现告吹，之前的那些传说依然会继续。而如果成真，
那金字塔的神秘将更上层楼，因为我们又多了无数新的谜团要解答。可以说，吉萨金字塔注定会继续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挑战着人类的好奇心和智慧。回到现实，截至目前，关于卡夫拉金字塔地下秘密的讨论仍然停留在推测和争论阶段。我们暂时还无法确定那幅 SAR 雷达绘制的惊人图景是真实的地下结构，亦或只是数据噪声和算法造就的海市蜃楼。对许多人而言，哪怕只有 1% 的可能性属实，都足以让人激动难耐，因为一旦证实，意义太重大了。然而，科学的进程从来不以浪漫为转移，谨慎与验证仍是科学界的主导态度。所以接下来或许会有更多团队尝试复现马兰加等人的结果，或者使用不同技术手段进行交叉检验，例如是否可以动用更高精度的重力测量、地震波阵列，甚至再进行一次新一代的微中子探测，来一探虚实。学术界需硬邦邦的数据来说服他们改写教科书。另一方面，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历史的谜题仍远远没有全部解开。几千年的金字塔，我们以为了如指掌，但它或许还留着终极彩蛋尚未揭晓。无论此次地下结构之谜结果如何，至少它让全世界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古老的吉萨高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技术进步和更多努力，我们真的能亲眼目睹那些隐秘空间，揭开那些传说的帷幕。届时，一切谜团将水落石出。许多大胆假说要么被证明伟大正确，要么被证明一场春梦。但无论结果如何，金字塔的神秘形象依然矗立，因为我们对未知的好奇永无止境，而古老的金字塔依然屹立在那里，等待我们解码它最新的秘密。最后，以轻松的语气总结，金字塔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位深藏不露的长者，偶尔抛给你一两个线索，吊足你的胃口，又永远不让你完全看透。这次的完整结构被发现，是不是误报，目前我们还不能下定论。然而，它带给我们的一系列脑力激荡，从科学创新到传说再评价，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思考旅程。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得到更确切的答案。到那时，我们再回首今天的种种猜测，或许会心一笑，原来如此。当真相浮现，一切疑问都说得通了。但在此之前，关于金字塔的一切仍有待探索。我们静候时间和科学去揭晓这位神秘巨人胸中藏着的故事。毕竟，人类对未知的好奇永无止境，而古老的金字塔依然矗立在那里，等待我们解码它的最新秘密。